好，我老牛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真骨雕盖亚和 ACT 盖亚的对比视频。这两个的发售时间依然是相隔了整整13年啊。这个 ACT 盖亚虽然是 2.0 时期的，但是非常早期的产品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最早的 ACT 2.0 的奥特曼啊。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吧，相隔13年这两款产品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配件，这个 ACT 的盖亚它有个问题，就是第二层是没有吸塑盖子的，出厂的时候是通过胶带来固定的。这个内容物我们可以看到，真骨雕的优势是给了相当多的手型，手型数量是 ACT 的整整3倍啊。ACT 虽然手型附属的少，但是给了光子冰刀之类的别的配件，过一会儿我们细聊。当然真骨雕也是有光子冰刀之类的，只不过在配件包里面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款的主体吧，你们会更喜欢哪一个造型呢？这回老牛个人是更加喜欢真骨雕的盖亚的。之前看 ACT 盖亚没啥感觉，但是玩过真骨雕以后再看 ACT 就感觉怪怪的。然后有一点就是 ACT 盖亚它其实是在 ACT 中比较矮的，可以看到身高是只比真骨雕高了那么稍微一点点，一般 ACT 都是要比 SHF 高半个头左右的。我说这些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说你想拿它来代替真骨雕的盖亚，搭配真骨雕的迪迦戴拿凑平成3节的话，也不是不行啊，起码在身高上是可以混入其中的。然后我们来惯例对比一下这个头雕，这个真骨雕的头雕我觉得做的其实是很可以的，已经和老牛印象中的盖亚没有什么太大出入了。然后这个 ACT 的头雕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眼睛用的是黄色的嘛，看起来是比较怪的，这个问题至高也有，到V1的时候才有所修复，而且依然是嘴巴做的有些大了。我发现 ACT 系列的嘴巴不知道为什么都做的比较大，然后剩下的话我觉得 ACT 这张脸做的还是挺俊的。在真骨雕出来前，我玩这个 ACT 盖亚的时候，头雕也觉得一直都挺顺眼的吧，不过现在才注意到它这个头雕没有点亏孔。然后我们惯例看一下这两款的胸灯，这个胸灯真骨雕做的真的非常好看， ACT 就显得比较一般了，包括红灯也是，真骨雕是做出了里面的纹理的， ACT 就什么也没有。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款的可动性，头部上抬的可动性真骨雕要略好，向下以及左右的幅度 ACT 要略好一些，平台的话真骨雕要好一些，胸腰的可动性也是真骨雕要来的更好，大腿前踢的可动都差不多，侧踢真骨雕的可动性爆杀 ACT， 屈膝的幅度都差不多，左右接地性真骨雕要来的更好。真骨雕作为新产品，塑体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，多出来很多 ACT 没有涉及到的关节，这些都是属于后来者的优势。我们来看一下配件，首先来对比一下双方的量子流线，上面是真骨雕，下面是 ACT 的，可以看到真骨雕相较于 ACT 来说，总体长度是长了很多。ACT 虽然说挺有张力的吧，但是无论是涂装还是精度，感觉都是不如真骨雕的。另外 ACT 的可动性是无法还原出剧中释放量子流线的姿势的，真骨雕因为有蝴蝶肩的外拉，可以非常完美的还原。接下来我们该看到真骨雕的配件包了，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大地震颤的特效键吧，这个飞剑的效果以及上面的石头的刻画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当然 ACT 也是有这么一个特效键的，没错，当时 ACT 的初回特点是附属了这么一个大地震颤的特效键，老牛又去单独收了一个这个当年的初回特点啊，这不得3连狠狠安排上。那么接下来谁才是大地破坏者？你们来打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看到光子冰刀的特效键，真骨雕需要将头部取下，替换一个有装位的脑袋，再将特效键组合以后连接上去就可以了。除了有蓄力的状态，还附属的有2个发射的状态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真骨雕拥有配件包的基础上的。ACT 的光子冰刀只有1根蓄力状态时候的特效键，但是 ACT 是直接附属在里面的，不需要购买配件包。我操，怎么这么扎手？这他妈是人装的？吹风机吹软了以后还是比较好装的，这个效果也是比较有张力的。ACT 发射出去的光子冰刀是捆在了 V1 里面，以后有机会了再给大家看看吧。因为我V1早就卖掉了。最后 ACT 附属的是这个透光头，可以看到就像战败以后眼睛暗掉的头一样，可以看到后面是刻意没上涂装，留着透光的设计。拿个东西在后面照着的话，效果确实还可以啊。但是谁会玩玩具的时候拿手电筒一直照着？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挺鸡肋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后面也就阿古如和戴拿附属了，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。OK， 那么这两款产品的话，我其实觉得 ACT 的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。ACT 的盖亚真的是最便宜的 ACT 之一了，2张不到的价格能有这种体验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当然，这款真骨雕的盖亚也是挺不错的，算是真骨雕奥特曼的产品线中我玩过最满意的一个吧。这两款都可以买啊，要买哪款就看自己的承受能力和喜好了。OK， 那么老规矩，投币过300，咱们速更下期，没过咱就让钱包歇几天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我老牛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